再见江燕。他已经是千万身家的江氏掌权人，他身侧站着才华横溢的少女编剧，而我双腿残废，狼狈地从地下室出来。江燕居高临下地问我：3年前你害楚楚错失奖牌，如今可悔改了？若你还想继续做江太太，先给楚楚道歉。系统的声音同时响起：宿主要回家吗？我点点头。江燕满意地过来抱我，下一秒我缓缓消失在她面前。后来听说江燕疯了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被推出地下室时，江燕正在给林楚楚挽发，我那便宜儿子在一边鼓掌：楚楚姐姐好美，爹你什么时候娶姐姐过门？江燕噙着笑看向林楚楚，对方害羞地低下头，轮椅嘎吱嘎吱的声音打断此刻的旖旎。江燕淡淡扫我一眼：3年前你害楚楚错失奖牌，如今可悔改了？我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3年地下囚禁，我早就对这个男人失望透顶。见我不说话，一直盯着自己的双腿，林楚楚柔柔开口：江棠，你还在怨我吗？当时决赛在即，你偷了我的手稿，我太害怕了才告诉媒体的。我也不知道会有粉丝那么狂热。那是什么粉丝？明明是江燕见不得心上人受委屈，找了黑道硬生生打断我的双腿。林楚楚自导自演，顶替我成了世人口中的天才编剧，但决赛时拿不出作品，就贼喊捉贼。江城噔噔噔跑过来，重重推了我轮椅一把：坏女人，你怎么能偷楚楚姐姐东西？林楚楚拍了一下他的小脑袋瓜，嗔怪开口：小程，怎么能这么说妈妈？江城扑到他怀里，亲昵地蹭着：楚楚姐姐，她才不是我妈妈，爸爸很快就要跟她离婚了。美丽善良的楚楚姐姐才是我的妈妈。我妈撒了一下口袋里泛黄的相纸，苦笑不已。这3年，每当我支撑不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江城。他还那么小，他需要我，可现在他对我一脸仇视。这真的是我舍了生命也要护下的孩子吗？江燕嘲讽开口：孩子都懂得道理，江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3年逍遥自在，有没有想过楚楚是怎么过来的？逍遥自在？呵，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有老鼠，有蟑螂，有时候还有滑腻的蛇。我的腿被打残后没经过任何治疗，现在一凑近都能闻到腐烂的味道。不是惦记小程，我早一头撞死了。他管这个叫逍遥自在。江燕厌恶地看着我的双腿：你不过是伤了2条腿，至于摆这么副臭脸？楚楚失去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，她还替你求情，让你出地下室，你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嘲讽地看向江燕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们又想要我身上什么东西？好久没说话，我的声音粗哑难听。林楚楚偷了我的手稿，偷了我的名号，这3年更是偷走了这对父子。他想要的都到手了，我也好奇，他又想要什么？江燕一脸失望地看着我：楚楚何曾要过你任何东西？糖糖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林楚楚一副受伤的表情，她捂着胸口，宛若西子：我知道你还在怨我，但你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。我给你带了林家最好的医生周医生，给糖糖检查一下身体。我瘫在轮椅上，任人宰割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林家的医生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还不谢谢楚楚？就是林家的医生才有问题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林楚楚是 Rh 阴性血。3年前，林家专门给他养人体血库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而我又恰巧是熊猫血。周医生收起器具，朝林楚楚点点头：
江太太身体状况良好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那就好。要不然我……话没说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江燕把人搂在怀里，焦急开口：“你家小姐怎么了？快打120！”见周医生没有动作，江燕焦急催促：“快呀！没用的，3年前小姐心脏就出了问题，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”江燕愣在原地，随即神色复杂地看我一眼。我嗤笑一声：“在这等着我呢。”我被推到了客房。几分钟后，江城来了。“你为什么要出来？爹地和楚楚姐姐相处得好好的，你一来，姐姐就晕倒了。你为什么要破坏他们？”我离开江城的时候，他只有3岁，刚上幼儿园。每次放学，他都会扑到我怀里，叽叽喳喳讲他的一天。遇到老师发小零食，他会偷偷带回来给我。程程最爱妈妈，爸爸都没有哦。我只离开3年，一切都变了。江城厌恶的表情和他爸如出一辙。“我不要看到你，你回地下室去。”他眼睛红红的看着我，说着就来推我的轮椅。门口被江燕挡下了。“你推他去哪？”我讨厌他，不想看到他。江城，江燕板起脸，回卧室去。“这件事你不准参与。”周妈，看好少爷，这1周不准他出门。江燕送我去医院，我看着江燕的侧脸，忍不住开口：“3年前林楚楚没做手术是吗？车子意外良久。”江燕缓缓开口：“江棠，这是你欠他的。”我明白了，3年前林楚楚心脏受损，已经安排好的换心手术，不知道被谁捅了出去。迫于社会舆论，手术没有进行，所以这次让我出来是给林楚楚换心脏。尽管已经麻木，内心还是传来丝丝疼痛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还是选择让我去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会死？突然一个急刹车，车子停在路边。江燕直直地看着我：“江棠，不会，我不会让你有事，你相信我。林楚楚救过我一命，我不可能看她去死。更何况……”他没继续往下说，嘴里喃喃着：“你身体健康，周医生说了，没事的，就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”可是江燕，你看不到我满身的伤口吗？现在带我去手术台，无意送我去死，系统看不过去。宿主，咱跑路吧，跟渣男废话啥呀？跑晚了，尸体都漏风了。江燕爱慕林楚楚，原来一直没有改变。我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曾经攻略成功过。我刚穿过来的时候，江燕正被摁在拖布池里喝水，林楚楚就在旁边看着。再用你那双恶心的眼珠子看我，就给你挖下来。我叫来了教导主任，几个小太妹把霸凌对象换成了我。不过无所谓，我的任务是攻略江燕，防止她被林楚楚伤害黑化。我约上江燕放学去练跆拳道。后来江燕能以一敌十的时候，她看林楚楚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最初的含情脉脉。她会给我带早餐，送我回家，会因为我的一句话脸红不已。毕业后，她包下整座大楼跟我求婚。糖糖，我现在的存款只够包下这座大楼1晚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江燕总有一天能买下这座大楼，刻上你江棠的名字。当晚漫天星光，我沉溺在江燕的眼睛里，不能自已。那时候系统提醒我，江燕对我的爱意值到了100%，攻略成功，抓紧撤离。我笑他，难道江燕对我的爱还会变吗？事实证明，系统是对的，男人的爱并不长久。江氏做到上市公司的时候，林楚楚家破产了，江燕终于摘到了她的白月光。原来不是不爱，是一无所有，不敢爱。那时候我怀孕8个月，跑到卫生间吐到昏天黑地。当晚我早产了，醒来的时候，林楚楚抱着小程，
满脸得意。阿燕说了，孩子先让我养着，为了小成，我不敢走。我苦苦哀求江燕把孩子还给我，她把我关在医院，打了半年的镇静剂。在这期间，林楚楚登堂入室，俨然成了江太太。后来，我多本剧本手稿被林楚楚发到网上，她偷了我的账号，成了网友口中的天才爆款编剧。她越来越忙，终于把小成还给了我。小成3岁时，别墅失火，江燕在书房喝得酩酊大醉，我把她拖出去后，昏迷不醒，再醒来，天翻地覆。林楚楚污蔑我偷她手稿后放火烧了别墅，她救江燕时吸入大量浓烟，导致气脏受损。江燕消失了3天，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打断了我的腿，把我扔到地下室。回忆戛然而止，我心再无波澜。现在的江燕已经坐拥千亿帝国，她买下了求婚时那栋大楼，送给了林楚楚，现在更是要在那栋楼里为了另外一个女人送我去死。脏了的男人，我不要了。我和林楚楚被推到了病房里，林楚楚得意极了，看到了吗？阿燕心里最爱的还是我。我嗤笑，捡个垃圾而已，瞅给你得意的。系统在我耳边尖叫，那个医生就准备了一份麻醉剂，他们这是要活剜你啊！这家医院是林家东山再起后建的，所以他们干出什么来都不意外。先平地痛赶，宿主，都这时候了，还不走等什么？快了，我要看看林楚楚的那颗心脏。林楚楚在麻醉的效果下很快晕过去了，我清楚地看到医生从他胸腔里取出一颗健康的、跳动有力的心脏，竟然是正常的。林楚楚虽然恨我，不可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，换心不是个小手术，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冒这么大风险也要和我换心？那颗健康的心脏被放到我的胸腔里，刚刚缝合好，手术室门被拍得震天响。恍惚间，好像听到了小成的呼喊声，我自嘲一笑：系统，走吧。灵魂没有马上抽离这个世界，我飘在上空，看小成闯了进来，江燕跟在后面。江成，3年前就是你打断了手术，这次你绝对不能插手。我一惊，3年前林楚楚的换心手术竟然是小成破坏的，他那么喜欢林楚楚，怎么可能？再低头，小成竟然跑到了我的床前。妈妈，我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。妈妈为什么闭着眼睛？医生被江燕一瞪，冷汗直流。是麻醉效果。你胡说，妈妈这边都没有针头，你根本没给妈妈打麻醉。江燕紧张地跑过来，看清楚后勃然大怒：你干了什么？他只是听林小姐的吩咐，给姜糖点苦头吃。谁不知道如今林小姐是江总放在心尖上的人，她的话他不敢不听，更何况江总只是让他换心，看他对太太的态度也很冷淡，他觉得问题不大，才答应了林小姐。看江总现在的反应，难道他对这位江太太余情未了？小成轻轻地晃了一下我，妈妈怎么一动不动？江燕觉得不对劲，探了一下我的鼻息，半晌她没有动作。怎么了，爸爸？你不是说哄好巫婆姐姐，妈妈就会回来吗？是她不够开心吗？妈妈怎么还不醒过来？江燕愣在原地，死死盯着我。糖糖，我都多久没听到过这个称呼了？江燕这是发什么神经？糖糖，你醒醒！医生赶紧挤过去。江总，您冷静，太太只是疼晕过去了，您看这不是还有气？说着就往我的鼻下探过去。没气了，这江太太死了！江燕失声大叫：不可能，我给她换了心脏，她怎么可能会死？江燕连夜从苏市调来了顶级心脏专家，专家评估完我的身体后摇了摇头，
病人这样的身体状况，你们也敢让他做手术？江燕一脸茫然。不是，良好吗？荒唐！哪个庸医评的？你看看他全身上下有好的地方吗？江燕大怒，去把周医生带来。专家继续看我的片子。病人3年前被打断双腿，没治疗，也没截肢，如今早就恶化了。双腿被打断，不可能，我明明。另外，病人脑部有严重寄生虫感染，他生前吃了什么？寄生虫？怎么会？最致命一击是他这次的心脏手术，心衰晚期，你们竟然敢不打麻药给他做？别说病人这种情况，就是一个正常人也会因为剧痛，心脏随时停止跳动。你们这是谋杀！江燕跌倒在地。不，我明明都安排好了，怎么可能？你说的不是真的。他揪起主刀医生的衣领。是你害死了糖糖。说，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医生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是林小姐。您换心不是为了林小姐吗？现在林小姐活得好好的，您看啊，看吧，江燕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偏爱林楚楚，林楚楚仗着你的宠爱，明目张胆地杀了我。我要姜糖，你听懂了吗？我要姜糖。江燕双眼通红，神色癫狂。我不想再看他发疯，催促系统带我回家，直到我脱离那个世界。江燕对我的爱意始终停留在90%，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不爱我了。没有攻略成功，我原来的身体还是病歪歪，跑100米就会气喘吁吁。系统在我耳边唉声叹气，本来是就2个人的功德，现在哪头都没落好。我笑他，做系统要知足。虽然我攻略江燕没成功，但是让他和林楚楚修成正果，阻止他黑化，对那个世界来说也算功德一件吧。系统哭丧着个脸，功德个德儿，他已经把林楚楚剐了。我手一抖，他还给林家编了号，准备1天1个。江燕是个疯子，让我想到了小程，你那好儿子，当天就把给你做手术的医生砍了，守着林楚楚砍的。他刚苏醒就被吓个半死。系统支支吾吾地问我，宿主，现在已经证明他们都是爱你的，你会去吗？我在的时候，他们打着爱我的旗号，不断伤害我。我走了，他们又让我背上林家几10条人命，这真的是爱我吗？我摇摇头，我不想再回到那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地方。姑姑，小美人鱼最后真的变成泡沫了吗？病房里，朵朵缠着我讲故事。她遗传了家族心脏病史，1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住院。那朵朵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像小美人鱼一样消失不见呢？我鼻头一酸，不会的，朵朵。姑姑，我听到医生和妈妈说了，我好像不能陪他们很久，到时候你替朵朵看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哭哦。嫂子眼睛通红地走进来，朵朵，姑姑身体刚好，来，妈妈给你讲。哥哥骑车把我送回家，你刚好去医院干什么？别听朵朵瞎说，她好好的。可是朵朵脸色苍白，根本不是正常的孩子。每次进病房前，哥哥都偷偷抹眼泪。我悄悄问了医生，医生说朵朵1个月内再等不到脏源就会死。我问系统，阻止江燕黑化能救朵朵吗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可是宿主你的身体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根本供不起我们上学，是品学兼优的哥哥辍学打工，让我读完了大学。后来我生病，嫂子衣不解带地照顾我，我从来没为哥哥做过什么。没事，把我传送过去吧。系统说，江燕一直把自己关在地下室。我缓缓走进去，听到了凄惨的女声，是林楚楚。绕过阴湿的墙，江燕正拿着一把小刀，神色癫狂。你不是告诉我，隐藏自己的爱意就能留下糖糖吗？我逼自己爱上你，
为什么糖糖还会离开？林楚楚被折磨得气若游丝。你活该！你爱我吗？你要不要看看我胸腔里的心脏是谁的？你骗了我！你把姜糖那个贱人的心脏换给了我，你何必亲自动手？他的这颗心脏根本活不过这个月，不是吗？那又怎样？你也配跟糖糖比？如果不是你耍花招，糖糖现在还好好的，是你害死了他。江燕，林楚楚嗤笑，害死他的人是你，你抢走他的儿子，打晕了他，把他扔进地下室，不闻不问，最后还在他心脏上插了一把刀。你一步步把他逼上绝境，他心如死灰才会死。你胡说，你胡说！眼看江燕手里的小刀要刺出去，江燕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滚出！江燕转头愣在原地。糖，他不敢置信地朝我走过来。真的是你，糖糖！他欣喜地来抱我。我后退一步，江燕以为我嫌弃他满身血污，他紧张地把小刀藏到身后。我身上太脏，糖糖，我不碰你，你别走。随后遮住我的视线，别看，脏，没事的。江燕，我云淡风轻地拨开他，比这更脏的我都见过。你还记得我那双断腿吗？他不可控制地颤抖起来。糖糖，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跟他过多纠缠。江燕，我们离婚吧，时间不多，我可不想死了还做江家鬼。江燕抬起眼，错愕地看向我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不可能的，糖糖，你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不爱我了吗？你看看我是江燕，是江燕啊！他跪倒在地，要来拉我的裙边，我一巴掌扇向他。爱我的江燕早就死了。不，糖糖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没有出轨，还是没有和林楚楚上床？他嗫嚅着嘴角，面色肉眼可见的灰白下来。3年做戏，怎么可能没有一丝真情在里面？可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！我一步步逼近他。你爱我，所以送我去死。这些年，你在林楚楚身边，对我的爱又剩多少呢？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次你能去死吗？江燕瘫倒在地，良久，她痛哭开口：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刚出地下室，腿就被小程抱住了。妈妈，真的是你妈妈，爸爸真的没骗我，妈妈回来了。我狠心拉开他，看着这个已经到我腰身的孩子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我不是你妈妈，你是，你就是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那个女人伤害你。你死后，我想杀了她，可是爸爸不让，他肯定是爱上了那个女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妈妈，我会找到机会的。我心下一惊，你如果杀了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林楚楚可恨，但不配小程赌上自己的前途。我不会，我听妈妈的。她拽着我，小心翼翼。我叹一口气。孤儿院门口遇到了陆怀之。陆导怎么有时间？绝杀2杀青了。他愧疚地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绝杀是我6年前写的本子，也是被林楚楚盗走的其中一本。当时我已经和陆怀之线上敲定了大部分细节。林楚楚冒充我后，线下代替我完成了后续拍摄工作。我以为他是你，对不起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当年陆怀之只有23岁，靠着绝杀一夜爆火，各项奖项拿到手软。林楚楚作为编剧，火得人尽皆知，她一跃成了全民女神。甚至有媒体拍到了林楚楚和天才导演陆怀之的地下恋情。我尝试联系他，他却把我当作笑料讲给媒体。我被骂梦女、小偷，他亲手把我的身份给了林楚楚。我后来一直找不到你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弥补？他眼圈泛红，哽咽问我，没这个必要了。我不想节外生枝。突然，米勒跑出来撞到了我。糖糖阿姨，你快过来
跟我们一起玩呀？程程哥哥球踢得可好了。我一抬头，江城踩着球，一脸骄傲地看向我。我摸摸米勒的小脑袋，你认识他？当然啦，程程哥哥经常来陪我们玩呢。江城2岁的时候，我经常带他来孤儿院，我做义工，他就在一边的婴儿车里吐泡泡，路过的阿姨一逗他就咯咯笑。听米勒说，我才知道这3年江城时不时的会来看他们，给他们带吃的，陪他们玩，所以江城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爱着我。但是我不能爱他，他的人生还很长，我注定是个过客。我收养了米勒，江城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露出小孩天性。他天真善良，一定会陪着江城走过这段时光。我约了江燕办离婚手续，出了民政局，手机上推送了一条社会热点：江家100万豪宅失火，地下室抬出2具不明尸首。我勾唇，陆怀之的动作真快，我只露了一面，他就借我推出了林楚楚的位置。江燕死死地盯着手机，呆愣愣地问我：糖糖，他死了？我厌恶地看他一眼，这是发现自己爱上了林楚楚，恶心谁呢？我一直都知道，3年陪伴，他们之间有感情，只是江燕，你变心，不该毁了我。江燕很快被带走调查，但是缺乏具体行凶证据，根本无法定罪。陆怀之的《绝杀2》上映了，电影最后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让观众不寒而栗。很快就有知情人爆料，电影原型是江燕，观众哗然。江氏企业一直在做慈善，江燕是栾氏优秀企业家，谁也没有想到江燕背后竟然这么猖狂。一筹莫展的警局根据电影中的细节，找到了江燕的犯罪证据，那把行凶的刀，还有一本日记，上面清清楚楚记载了他每次犯罪的经过。事情顺利的让人难以相信，但我还是要感谢陆怀之，没有他，江燕不会这么快伏法。7. 林楚楚回国后，去地下室找过我一次，那时候陆怀之已经准备拍《绝杀2》，林楚楚用小程威胁我交出手稿，我百般不愿，最后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被迫写了《绝杀2》的手稿。回来后又补充了细节，寄给陆怀之。江燕是个不定时炸弹，稳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他去死。系统惊恐的尖叫：宿主，你还有7天时间。所以我不敢爱小程，因为送书里的主角去死，要拿自己的生命做代价。小程继承了江氏集团，可他还小，我把江氏暂时挂在陆氏影业旗下，等小程18岁之后再正式接管。我给米勒和小程转了户口，现在他们都姓陆。看着草地上无忧无虑奔跑的2个孩子，我把他们叫到身边。阿姨想出去旅游，你们在家要听陆叔叔的话。妈妈，小程也去。米勒在一边打趣他：男子汉不知羞，这么大了还要粘着妈妈，羞羞羞。小程长红了脸，还是满怀希望地看着我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小程还小，要学习知识。阿姨从世界各地寄明信片回来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米勒高兴地拍手。好啦，程程哥哥，到时候我们给阿姨寄成绩单。真的吗，妈妈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。让陆叔叔给我们拍张合影吧。最后的3天，我写了上万封明信片，拜托陆怀之出国的时候帮我寄。宿主，还有最后8个小时，我飞到了巴黎，埃菲尔铁塔下，白鸽悠闲自在。我拜托路人拍下了我生命中最后一张照片，那是我准备寄给小程的18岁的明信片。小程，妈妈爱你。江燕番外，江棠是我生命中的光。林楚楚家有钱，一直欺负班上同学。今天周明做值日，但是他奶奶在等他。
我看了看门口的林楚楚，拿过拖布让周明先回家。许是我厌恶的神情太过明显，林楚楚叫他的跟班把我摁在水池里。姜糖就是这时候出现的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，看着柔柔弱弱的，竟然敢和林楚楚叫板。当晚，她拉着我跑在校园里，我好像看到了自己命定的公主，独属于我一个人的公主。毕业后，我们很快结婚了。我靠着在学校赚的第一桶金，开了个小公司。那时候，我日夜都想着再把公司做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碰到我的公主面前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我发现姜糖会时不时的呼吸不畅，她告诉我是老毛病。我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姜糖竟然怀孕了。我欣喜若狂。但是医生把我留下，告诉我姜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怀孕对她来说并不乐观。我旁敲侧击地问姜糖，发现她并不知情，还在满心期待着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不能那么残忍，姜糖会恨我吧？这时候林楚楚出现了，林家经营不善，几乎要破产，她以自己为条件求我救林家。我叫人把他扔了出去，可是瞥到桌子上血型那一栏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成型。我加速了林家的破产，把林家给林楚楚养的血库和仪器都弄到了地下室。我让家庭医生编织了谎言，让林楚楚相信自己有心脏病。姜糖生产那天，我寸步不敢离，即使这样，姜糖还是背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医生说他需要静养，不能再为任何事情耗费心神。我把孩子抱回了家，林楚楚自告奋勇养孩子。我想到自己的计划，同意了。姜糖在医院治疗了半年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实情。他那么善良，肯定不同意用别人的心脏。罪恶让我一个人背就好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所以只敢在他睡着的时候悄悄去看他。可是有的时候他眼角有泪花，我悄悄替他拭去，默默告诉他快了。我们一家很快团聚了。姜糖养了半年，终于有了起色。我迫不及待地把他接回家，让他看看我们的儿子。他的脸上终于有了喜色。可林楚楚告诉我，姜糖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对他的爱意达到100%，他就会离开。我对此嗤之以鼻，我早就爱他入骨。姜糖根本没有离开。可有一天，我听到了他和空气对话，他说自己活不久了，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慌了，林楚楚说的可能是真的，我不敢赌。我强迫自己和林楚楚出双入对，假装爱上他。每次和他上床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强迫自己说那些伤害糖糖的话，每说一次，看到他暗淡的目光，我心都会滴血。这期间，林楚楚偷了姜糖的手稿，我不能为糖糖出头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孤立无援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怎么这么混蛋啊？不过好在糖糖的身体已经调理好了，只要换心，她身体好了就不会离开了，我们就能恢复从前。糖糖会原谅我的，我安慰自己。我放了一把火，趁糖糖昏迷期间，我准备好了换心手术。可是小程破坏了它。小程以为我要把糖糖的心脏换给林楚楚，一通举报电话让我多年的计划泡汤了。为了掩盖事实真相，我找人打晕糖糖，把她带到了地下室，借避风头的名义把林楚楚送出了国。他一直以为自导自演的偷手稿事件天衣无缝，不知道是我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我一直在等着，等下一次机会。可糖糖从地下室出来的一瞬间，我几乎要落荒而逃。糖糖看我的眼睛从来没有那么冷漠过。他坐上了轮椅。为什么？我后悔自己的懦弱。地下室3年，我一直不敢去看他。
我怕会忍不住抱他，亲吻他，告诉他事情的真相。可是我都做了这么多，怎么能功亏一篑？我装作云淡风轻，实际上我怕糖糖的眼神。我在他眼里已经脏了。姜糖果然刺激到了林楚楚，他借晕倒试探我的真心。我早就联系好了医院，糖糖的身体撑不过这个月了。小程又想把糖糖送走，他以为我要伤害他。傻儿子，糖糖可是我的命啊！糖糖刚被送进地下室的时候，江城整晚不睡觉。我告诉他，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需要讨好巫婆，妈妈才会回来。江城多乖啊，每次见到林楚楚，一口一个姐姐，哄得他心花怒放。糖糖出来的前一天，我怕程程露馅，特意嘱咐他讨好林楚楚，妈妈才会永远留下来。程程做得很好，可是为什么我不敢面对糖糖的眼睛？路上，糖糖问我要送她去死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设下性命也要保护的人啊！可是我不能跟她解释，只需要等到手术结束，我就能长久地留下她了。我买了一束百合花，满心欢喜地等在走廊。我要告诉她，这栋大楼将是名下的所有资产，都是姜糖的名字。我爱她，始终如一。但是为什么糖糖死了？死在我为她精心布置的手术台上。林楚楚怎么敢的？她竟然派人打断了糖糖的双腿。我把她拖进地下室，一寸一寸捏断了她的腿骨。林楚楚还在叫嚣，糖糖都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原来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糖糖受了这么多欺辱。医生说她脑袋里有寄生虫。我问了佣人，他们竟然半月才给糖糖送一次饭。是林楚楚，又是林楚楚。我抓了老鼠塞她嘴里，把尖刀刺进她的右胸。她想死，我就让她体验一下糖糖死前的感觉。利刃剜心，糖糖是活活疼死的。林楚楚怎么配给她赎罪？恍惚间，我听到了糖糖的声音，她回来了。巨大的惊喜席卷了我，她真的回来了。可是她要和我离婚，她果然嫌我脏了。我不同意。糖糖说她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次我能去死吗？我点点头。她以为我同意了离婚，其实我答应了她去死。陆氏影业一直有姜氏投资，发现绝杀2直指我时，有人第一时间报告了我。姜总怎么处理？我看到署名，笑了。糖糖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我会帮你实现。糖糖约我去民政局，我不想去，可是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见他了，我还是没有忍住。去之前，我把糖糖手稿里写的细节都复原了，可是那些并不充足。我又准备了一本日记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把我的罪恶公之于众。这下糖糖该放心了吧？我把程程砍死的那个医生也放到了地下室，希望他们动作快一点。糖糖还是那么好看。他告诉我别墅失火时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呆呆地问他，林楚楚死了，有点遗憾，没有亲手帮糖糖报仇。警察把我带走了。糖糖又笑了，她笑起来真好看啊，一如当年我们初见时摇曳的凤尾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